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民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歼20不会跟印度的空军近距离的格斗。虽然美国这些先进航空国家都已经承认歼20是一种能够与 F-12相匹敌的先进的第4代隐身战斗机，但是印度空军呢却一直不肯接受这个事实。这可能出于面子和见识2个方面的原因。在面子问题上，印度空军很难接受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研制出一种比美国还先进的战斗机，而印度连买都没地方买。在见识方面呢，印度空军大概是真的不知道隐身技术的作用和威力，也不知道信息化空战会让传统空战的战术作用彻底的淡化。最近呢，有一名印度的军事研究人员发现，中俄在宁夏青铜峡举行的联合2021演习中，解放军高调出动的歼20战机，显然是对这个型号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呢，他就对歼20进行了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研究了歼20总设计师杨伟的有关的著作，终于明白歼20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空战概念，无论美国还是印度，传统的装备都不是歼20的对手。印度空军一直认为歼20不作为虑，主要的观点呢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认为它的发动机功力不足，没有采取矢量推力技术，机动性差，比不上印度购买的法国阵风战机。歼20早期确实使用了俄罗斯的 R31发动机，而且在珠海的航展上呢，它的机动性演示也不够惊险。而且歼20因为采用了内置的弹仓，所以不能携带大型弹药，比不上美国海军的 FA-18超级大黄蜂。这或许是印度空军对歼20评价不高的原因吧。印度方面还认为歼20只能用于空战，不能用于对地对海的攻击。说它不能在航空母舰上起降，不能超音速巡航，没有经过实战考验等等。印度方面还认为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用苏30上的雷达发现过歼20。印度认为当时苏30可能是处在歼20的侧面，雷达反射面呢比较大，也可能是歼20当时携带了龙柏透镜，有意的增加了雷达反射面，欺骗了苏30的雷达。但实际上2018年的时候，中印边境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恶化，解放军没有必要把歼20部署过去。印度空军的苏30发现的是什么飞机不知道。2019年印巴空战中明明是巴基斯坦击落了印度的战斗机，但印度却坚持认为自己才是胜利者。被击落的印度飞行员回国之后也被打扮成英雄。所以呢，苏30发现过歼20这种事儿是否靠谱，我认为是要打问号的。解放军也有苏30系列的战机如果在对抗中能够发现歼20，那歼20早就停飞回厂改造去了，才不会一次次的出现在演习和阅兵当中呢。印度研究人员认识到歼20在弹舱内携带了超远程的霹雳15导弹，装备了主动的电扫描相控阵雷达和光电探测系统，还可以得到数据链乃至卫星的支持。歼20的设计师早就指出，现代空战中机动性的概念要重新定义，关键在于飞行员如何利用机载的先进设备采集到的这些丰富的态势信息，在侦、判、打、平4个作战环节中获取优势。由于有先进的隐形技术、航空电子设备和远程导弹，歼20不会在近距离与对手的这些传统战机进行空中缠斗的，而是会尽量以诸击模式、超视距作战，从远处击落敌机。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发现歼20就已经锁定、发现并把你击落了。特别是对运输机、加油机、预警机这些支援保障飞机，把这些飞机打掉，可以直接影响对手的总体作战能力，那敌方就会面临着比损失战斗机还要严重得多的后果。在军事领域武器装备决定着战术也决定着战争的样式。一种全新的武器装备出现之后，到底会怎么样的影响战争形态，更多的是需要这些武器的使用者去探索。新武器超出设计师的预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在军事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的东风导弹原本是一种核武器，如今呢成了打击海上移动舰船的利器，这也是早年无法想象的。所以说，解放军航空兵的作战方式和作战能力早就超过了印度空军的想象力。
不真的打一仗，他们恐怕永远也没办法理解。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